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52讲房产地税改制新动态。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最近南澳洲政府出的一个预算报告。那这个预算报告的话，是里面有包括一个地税的一个改制，这个基本上在房地产的这一届的话，基本上已经炸锅了。好，那我想用这一期的话，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里面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虽然这个预算的这个地税的改制现在还不是法律，但是呢，也关系到每一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者，就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去做。所以请仔细听了。这个改制的话有两个部分的改制，这两个部分的改制，第一个还是算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的消息就没那么好，这个是大家比较更关注的。我先说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话是，地的价值每一个价值不一样，它的地税的税率就不一样。好，这个提案里面是说最高的这个税率现在是 3.7%， 这个税率的话以后会按照每一年1/1000往下降。那第一年就是现在2020年是 3.7%。好，以后它会降1/1000，就是0.1%，也就是到2021财年的时候就变成3.6%。好，一直要到2028年就会降到2.9%。那这个还算不错的一个政策。但是其实我算了哈，如果我们每一年降1/1000，如果是10万澳元的这个地的价值，其实就省了100澳元。好，如果你是100澳元的地的价值，其实省了是1000澳元。当然了，如果累积每一年下去的话，还是能省不少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没有那么好了。好，另外一个消息是怎么回事 ？OK， 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们在投资的时候，就会用不同的结构去做这个投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不想把所有你拥有的房产的地的价值合并在一起交税，因为每一个拥有者我们就是说，比如像是信托，比如像有限责任制公司或者个人或者是夫妻俩一起去拥有这块地这个都是拥有者。每一个拥有者的话，他都会有一个地税的一个起征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你这个地税。其实在我的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这个了，但是因为这个改制地税的改制的改变，可能以后你这么去做，去想降低你的地税，可能就不会太现实了。好，那这个改制它会改成什么样？就会变成叫做个人所有权益。它英文叫做 ownership interest。那这个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改制。好，我们就是说一个人他打个比方，他有5个信托。现在的情况是说，每一个信托它都有这个地税的起征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像每一块地的它的价值都是在大概30万左右。那以现在南澳洲的这个地税的起征点来说的话，每一个信托你基本上都不用交税，有可能是不用交地税的。但是每一个信托你都拥有这个信托的一些权益在里面，那就不一样了。新的改制以后的这个政策就有可能把所有这5个信托里面你所享有这个地的价值的权益，比如像你一个信托有 50% 的权益，另外一个信托有 20% 的权益，另外一个信托有 10% 的权益，那你把这个所有地的价值按照这个百分比算出来，累积到你的个人名下，然后把所有信托名下持有的这个地的这个价值累积在你的个人名下去算你的税。是不是想一想你自己的情况，算一算你有可能就会要开始交地税，也有可能会交更多的地税了。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好吧？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南澳洲还是会有这个起征点。它现在南澳洲的这个起征点的话是39万
1000澳元啊，不管你是在个人或者是信托名下，现在还是有起征点，然后现在也是还是按照拥有者的形式去计算这个地税，还没有变成一个个人所有者的权益，就是我刚才说的改制的情况。他们现在的预算是说，这个预算如果通过了啊，可能会是在2020年的7月1日开始生效。好，另外的话，我也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其他州它的税务一个地税的一个起征点是什么？好，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是悉尼。好，如果是你持有在个人名下，它的这个税的起征点是69万2000澳元。好，如果你在信托的名下的话，这就是没有任何的起征点，只要在信托名下拥有地，那就会有地税。那每一年地税局在悉尼的话，会在12月31号去审核这个地的价值。那下一次就是2019年的12月31日。那下一个也是大家的墨尔本啊，大家叫墨村啊。这个地方的话，每一个个人的名下的起征点是25万澳元啊。那如果在信托名下的话，是25000澳元啊。那每一年的这个审核地税这个价值的时候的这个时间点，也是跟悉尼一样，也是12月31日。下一次就是19年的12月31日。那我们往北一点，比较暖和的一个地方就是布里斯本。那布里斯本的话，在个人名下的话，地的价值的起征点是60万以上才开始要交税，然后在信托名下的话是35万澳元。但是这个审核这个地的价值的时间点会和悉尼、墨尔本不一样，就开始是说是每一年的6月30号，也就是说这刚刚过去的2019年6月30号已经开始审核过了，下一次就是2020年的6月30号。下一个我们就是往西部一点，好，就是佩斯。佩斯这个城市的话，它的在个人名下的地的价值是30万澳元以上才开始征收地税。好，在信托名下也是一样，也是30万澳元以上才开始征收地税。它每一年的那个地的价值的审核的时间也是和布里斯本一样，都是6月30号。那下一次就是2020年的6月30号日了。阿德莱德我们刚才提到过，个人和信托都是39万1000澳元，然后来审核你这个地税，在之下你就不需要交地税了。时间也是在每一年的6月30号来审核你的地的价值。那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好，在往正北边就是达尔文。达尔文这个地方的话是没有地税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很多的10套房子、20套房子，你的地的加在一起，你也没有任何的地税，好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澳大利亚的首都，好，坎佩拉。坎佩拉的话就没有任何的起征点了，只要你拥有，不管你是在个人名下还是在信托名下，只要你拥有坎佩拉的房产，那你就有可能会有地税的产生，好吧？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是一个岛的地方啊，就是霍巴特。好，霍巴特的话，它的地税的这个起征点比较低。好，在个人和信托名下都是24999，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放25000哈，它就是24999。然后它在审核的这个时间是2019年的7月1日来审核你的地税，好吧？那今天的话，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澳洲这个地税的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也会对这一期的视频感兴趣，也欢迎就是说给他们分享一下。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
+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